大家好，我给大家变个魔术。万万没想到，大熊猫也会变魔术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在南花花被萌男二分天下的情况下，灵岩靠着整活硬生生杀了出来，成为了2024年大熊猫的顶流。胖大海见状，是时候出招了。怎么着，这熊界的江湖也要有我胖大海的一份。这次胖大海不再是只顾着玩胖头鱼，而是走上了变魔术之路。各位姨们，请看好，我手里是一个空笼子，我手一抓，就能抓出来一个东西。随着胖大海抓出一个嫩笋，现场一片惊呼。之前大家常说有胖大海的地方就有一个鸡笼，现如今我才知道，胖大海那是在下一盘大棋，就是寻找合适的鸡笼来表演魔术。这第一次尝试，效果还行，希望胖大海继续发扬光大，从而成为熊界薛之谦，然后一炮而红。还没等到胖大海的第二个魔术，他就敲门要奶爸加餐了。奶爸一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就把门给打开了。然后胖大海又吃上了美味的嫩笋。大海要不少吃一点，留一点明天变魔术呢。结果嫩笋被他一扫而尽，变魔术的事也被他抛之脑后。吃完东西，一天劳累的他便躺在地上准备睡觉。这家伙还知道盖被子，他不会是在二哥那里偷学的吧？大海盖被子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真是个讲究熊。睡吧睡吧，晚安。哎，不能跳！回来！哎呦啊！这只貌似要跳树的大熊猫叫做生意，就是那只从小生活在马来西亚，被马来西亚奶爸宠成宝的大熊猫。这天，生意爬到了大树顶端，游客以为它要从树上跳下来，当场吓出了尖叫声。哎，不能跳！啊！结果在游客的震惊声中，生意没有选择跳下来，而是抓住了一旁的小树。这树太小了，不行。到这里，游客还以为他要跳到另外一棵树上呢。结果虽然没跳过去，但看这情形，实属危险不已。好在生意在高空表演了一番杂技表演后，把身体缩了回来。他的每一个动作都牵动着游客们的心。天，好吓人！这只活太多。你快倒回来了。最终在游客的期盼下，生意还是倒了回去。实际上，生意的动作看似很危险，实则一点也不安全。但对大熊猫来说，这都是家常菜。当然，游客也是怕它掉下去后出现危险，所以才发出尖叫声。实际上，每只大熊猫一生中都会经历多次从树上掉下来的事件，即使它们摔下来，因为皮糙肉厚的原因，它们也不会出现生命危险。纵观所有圈养大熊猫中，摔得最严重的就是大熊猫莹莹，她因爬太高摔下树，昏迷54小时，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要喝盆盆奶。除此之外，没有比莹莹摔得更严重的了。对于大熊猫们来说，从树上摔下来那都是家常便饭，所以游客们不要过于担心。这圆润收二狗下班，简单暴力，咬着脚就用力扯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到了下班时间，二狗和花花都没回去，然后圆润就主动承担起了收娃回家的任务。圆润看到花花卡住脑袋出不来，首先就来收花花，他先对着花花一顿安慰，貌似在说花花别怕，干妈来了，然后叫花花往前挪一挪，毕竟作为过来熊，卡头这方面他还是经验十足。挪到一定位置后，给花花屁股一拍，然后叫花花放心把头伸进去，自己会在下面接住它。花花也非常信任干妈，以倒栽葱的方式准备脱困。最终在母女两熊的配合下，花花成功脱困，而且是有惊无险的落地了。然后圆润走在前面，让花花跟着自己回家。花花也很听话，跟随着干妈的脚步，朝着室内走去了。将花花送了回去后，圆润又来收二狗。可怎么画风好像不对？圆润一来，对着二狗就展示武学魅力，貌似在说下班怎么不回家，快点下来。即使亲妈叫自己回家，二狗也无动于衷，这可把圆润气坏了。接着展示武学魅力，看这情况，圆润这是想强行收女儿呀。果不其然，圆润咬住了二狗的脚，然后就是使劲拽。就这样，二狗被圆润从树上拽了下来。哈哈，果然是亲妈呀，下手就是重。二狗下来后，圆润又教育了他一顿。哈哈，看完圆润收花花，再看圆润收二狗，怎么这么大的差距呢？至今都想不明白，当年萌兰是怎么说服庆大庆小给他当肉垫的。首先是庆小助他爬窗，然后就是庆大助他越狱。
蒙兰在四川的那些年，最大的收获估计就是有了2个忠实小弟。他们不仅对蒙兰言听计从，还十分体恤蒙兰。如视频中，庆晓知道蒙兰越狱辛苦了，还给他按摩。甚至后来他们长大了，他们依旧尊敬蒙兰。比如画面中，蒙兰嘴唇发炎，庆晓心疼的用嘴为大哥处理伤口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蒙兰在四川待了2年后，2岁时乘飞机回到了北京。至此，四川少了一个三哥，北洞多了一个阳光大男孩。而蒙兰和2个忠实小弟，自从那一别后，就再也没见过面。三哥依旧是三哥，在北洞凭借越狱，一时间成为顶流。而庆大和庆晓却逐渐淡出了熊猫圈，网络上关于他们的消息也是寥寥无几，也不知道他们如今都过得怎么样了。我们来看看庆大，他现在居住于成都熊猫基地，只是他现在不叫庆大，而是改名叫琪琪。虽然当年蒙兰离开四川后，期间庆大还被传出有刻板的行为，但后来庆大的状况得到了重视，有所改善，也得到有效治疗，完全康复了过来。后来庆大因为会表演爬树、会劈叉，还会不停的咩咩叫等等开朗行为，还被当做了全球动物形象大使。虽然曝光少，但现在过得非常不错。作为蒙兰最忠实的小弟庆晓，同哥哥庆大一起生活在成都，他现在也改名了，叫做点点。虽然他现在没有流量，要快被大家遗忘了，但从最近他的一段视频中发现他非常健康，只是没有了当年活泼。好希望当年的3小只再次同框呀！熊猫金虎玩滑滑梯，撞完墙后根本不服，又来一次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金虎看到飞云在玩滑滑梯，飞云在的时候，他根本不敢动弹。当看到飞云朝着室内走去后，金虎这才敢学着飞云的动作玩滑滑梯，结果却出现了意外。当金虎第一次滑下去时，由于没掌握力度，直接就撞墙了。他当场就不服气，然后来到起点，又来了一次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就要出意外了。就这样，他以相同的方式和姿势又撞了一次。本以为这下他该懵逼了，没想到看起来唯唯诺诺的他，第3次再次来到了原点。这下他真的被撞蒙圈了，连续3次以相同的方式撞墙。金虎，你也是没谁了。然后他就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室内走去了，有了前车之鉴。到了第2天时，怕撞脑袋，他玩滑滑梯再也不敢把头朝前了，然后用这种平躺的方式从滑滑梯上滑了下来。到了第3天，他依旧不敢把头朝前，看来第1天撞墙的疼对他来说那是历历在目。也对，即使撞屁股也没有撞脑袋疼。金虎虽然有点搞笑，但智商那是没得说。这天，蒙兰爬到高处不敢下来，赶紧找妈妈寻求帮助。萌萌二话不说，爬到蒙兰身边，准备营救孩子。就这样，在萌萌一边保护一边安抚下，蒙兰才放心的往下落。最后，蒙兰松开双手，安全落在了妈妈的怀抱中。萌萌接住蒙兰的这一幕，真的要把我感动哭了。看到孩子安全落地后，萌萌这才放心离开。果然，世上只有妈妈好这句话适合世界上每一种动物。到了第2天，我又再次被蒙兰给感动了。当时蒙兰正大口吃着笋笋，看到妈妈过来，正在找笋笋吃，蒙兰赶紧把手中的笋笋给妈妈吃。蒙兰真的太懂事了，这不就是咱们传统文化中的母慈子孝吗？看到这，我自愧不如。看到妈妈有笋笋吃后，蒙兰这才重新找笋笋吃。此刻的萌萌一边吃着笋笋，一边看着自己的孩子，想必此刻他心里是非常暖的。他为自己有一个好儿子而感到幸福。到了外场后，蒙兰抱着妈妈不放手，把头放在妈妈的身上，感受着妈妈怀抱的温暖，然后再送出自己的香吻，向妈妈表达自己的爱。蒙兰和妈妈真的是天下第一好。萌萌在蒙兰身边的时候，也是蒙兰熊生最开心幸福的时刻。再次回看他们一起生活的画面，真的是幸福又温馨。只野生大熊猫正在吃动物骨头，刚好被路过的男子用手机拍摄了下来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护林人员在野外巡视时，在一座山上发现了一只野生大熊猫，然后就用手机拍摄下了这一幕。只见它藏在石头后面，接下来就看到了一只大熊猫在吃东西。不愧是野生大熊猫，警惕心非常强，一下就发现了护林人员，然后停止了吃东西。他左手拿着一只羚牛骨头，正津津有味地啃着。我们大概看了10分钟左右，他发现我们
留下骨头，慢慢的走了。经护林人员介绍道，原来大熊猫吃的正是灵牛骨头。当它发现人类后，便停止了吃东西，然后谨慎地盯着人类。当看到人类没有要走的意思后，它便丢下骨头，准备离开现场。等护林人员靠近时，它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就在它刚刚的位置，护林人员发现了很多骨头。通过分析，这便是灵牛的骨头。据相关科学家介绍，大熊猫虽然喜欢吃竹子，但偶尔也会开荤。在秦岭、岷山、邛崃山都有野外研究曾经记录到大熊猫偶尔会打牙祭，主要是取食野生动物的残骸。也就是说，一般情况它们是不会主动攻击其他动物的，但会吃它们的残骸来打牙祭。在护林人员的目睹下，它最终消失于大山中。是我见过最狗的大熊猫，不仅经常从同伴手里抢食物吃，同伴不给抢后，它就悄悄地偷同伴食物，真是比二狗还狗。这只很狗的大熊猫叫做毛毛，别看它比二狗还狗，可人家有个很牛叉的金主爸爸。被抢食物的小熊叫做宝源，他是毛毛同届小熊中最好的朋友。平日里，宝源就像哥哥一样包容着毛毛，即使毛毛把自己手里的食物抢走，他也不生气，而是重新取一根。毛毛就和当初二狗抢花花的食物一样，吃着嘴里的，盯着对方手里的。这是当初二狗抢花花食物的视频。花花好不容易将笋笋剥开，一把就被二狗抢走了。拿来吧你！毛毛也是一样，吃完了直接从宝源手里拿。不同的是，宝源被抢食物后就学聪明了，他是直接就开吃，并不是把笋剥好了再吃。即便是不剥笋，也逃脱不了笋被抢的命运。看到宝源不给，毛毛就强行抢走。拿来吧你！直到第3次时，宝源那是说啥也不给，毛毛只好放手。你以为他放弃了吗？不是的，既然硬的不行，他决定来软的。特么的，他来偷的。趁宝源吃笋入迷时，悄悄地把对方的笋藏到自己身旁。宝源吃完后准备拿笋时，他怀疑过笋丢了，也怀疑过笋被自己做到了，甚至怀疑过自己，也没有怀疑过毛毛。而毛毛呢，看到宝源拿出了笋，特意看了看自己偷的笋，怕宝源给拿走了。毛毛，你是真的狗呀！男子准备揪大熊猫耳朵，结果被大熊猫揍了一顿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一名男子趁管理员不备，翻进了大熊猫所在的场内，甚至还嚣张地朝着同伴比了个手势，然后走到睡觉的熊猫面前，近距离打量着他。这时也不知道熊猫醒没醒，反正没有搭理他。哪知道男子胆子越来越大，还走到跟前叫大熊猫起来玩。就在他伸手救大熊猫耳朵时，这下大熊猫忍无可忍，起身就抓住了该男子。救命！怎么回事？不是让大熊猫起来玩吗？现在喊救命干嘛？可能因为男子打扰了他的美梦，熊猫一用力就将男子弄到了地上。这一幕看得可谓是大快人心，真是应了一句话：不作死就不会死。看到熊猫真的生气了，男子想通过抚摸的方式让熊猫松开自己，哪知对方根本不吃这一套，甚至压着男子对其进行了一顿胖揍。一想到刚刚这嚣张的模样，此时我就想笑。他还将头看向同伴，你的同伴正用镜头记录下你被打的画面呢。哎呀，又是一顿暴击。熊猫，你的手没事吧？可别把自己弄伤了。都说了，大熊猫虽然可爱，但它们毕竟是熊，怎么就不听呢？还擅自闯入熊猫园子，这下后悔了吧？最后的最后，男子趁熊猫不注意，开始发起了最后的挣扎。调侃归调侃，还是挺希望他能挣脱出来的，毕竟也是狗命一条。万万没想到，最后他真的成功了。进来时有多嚣张，逃离时就有多狼狈。要是再慢一点，估计就要交代在这了。盘点大熊猫坑爹名场面。前不久，新顶流灵年又玩出了新花样。寒冬腊月天，不仅炮兵全唱歌，还津津有味吃起洗澡水冰块卖惨。目睹这一切的奶爸在一旁瑟瑟发抖。这真的是要让我死网上吗？我给你放个悲催点的音乐吗？如今天气变暖，他不仅吃起了枯草，身旁的嫩竹更是被他放置一旁。先前他还坐在雪地里啃过木桩，边啃边叹气，这是铁了心的让奶爸背锅呀。隔壁的麦麦听闻后，心想坑爹这事他最在行，就和灵岩攀比了起来，不仅蜷缩在角落里，氛围直接拉满，而且还边吃鸡笼边哭泣。特么的，你们俩演技一个比一个牛，奶爸也是一点一点被你们送上热搜。
而我们的阳光大男孩萌兰就比较聪明，选了个离游客最近的地方，啃着树枝，边啃边看游客的反应，仿佛在诉说奶爸是怎么不给他吃的。要不是看到他300多斤的大胖身体，真的就信了他的卖惨行为。萌兰卖惨不是1次2次了，奶爸可能想哭的心都有了。看来得连夜联系黄脸奶爸取经，怎么才能不被记出刻板行为？而全网被骂的最惨的，当属小奇迹的奶爸。奶爸给小奇迹都喂了许多笋笋和胡萝卜，还拿来盆奶问他吃不吃。哪知道这小子不仅不理奶爸，转身就将杂草给嘴里炫，直接让奶爸在网上凉得透透的。而感同身受的还有这位天津段子手老冯。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八里台的二姑奶奶喜乐。大热天，喜乐穿深貂，耍脾气不可回空调房，瞧给冯奶爸急得都喊他祖宗了。祖宗回去吧，行吧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我都快死在这儿了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就在前几天，喜乐因为1天不见老冯不肯下班，寇师傅收他时，硬生生叫了2个小时都没收回去，都把寇师傅给急坏了。乐乐，回去吧，你是我姥爷。哎，不得不说，咱们的国宝真是把奶爸拿捏得死死的。而这只大熊猫就更牛了，差点让奶爸下跪。奶爸为了锻炼雪宝的后肢力量，吃小苹果时让他站立。雪宝为了不那么辛苦吃到食物，竟当场跪在了地上。奶爸一看，这怎么能行？这不是让自己死网上吗？奶爸恨不得当场也给雪宝磕一个。网友们还知道哪些很贴的大熊猫呢？众所周知，熊猫界越狱最火的就是萌兰，凭借一己之力把北洞差点干上市。殊不知，这只叫做圆满的大熊猫，越狱技能比萌兰还牛，2个月大时便主动寻找机会，成功越狱。我们来一起看看怎么回事。当时圆满为了获得自由，趁同届小熊睡觉时，将他们当作肉垫，踩其背，先爬上台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睡觉小熊睡得可真香，这样踩都没醒，和向往自由的圆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爬上台阶后的圆满又遇到一个难题，就是这个通道已经被饲养员死死拦住，除了苍蝇，熊猫根本无法出入。然而你千万不要低估一只向往自由的熊猫，即使无路可走，它也要走出一条路来，走不通的路就用拳头打，打不通的路就用脑袋挤。就这样，圆满硬生生将自己的脑袋从狭小的围栏间隙给挤了进去。一只刚醒来的小熊见状，直接被圆满的操作惊呆了，直呼牛逼。他也属实牛，在看似无法越狱的情况下，用自己的身体硬生生给挤出了一条路。就这样，圆满成功越狱了。这波操作比萌兰还牛，不得不服他。这天，萌兰爬到高处不敢下来，赶紧找妈妈寻求帮助。萌萌二话不说，爬到萌兰身边，准备营救孩子。就这样，在萌萌一边保护一边安抚下，萌兰才放心的往下落。最后，萌兰松开双手，安全落在了妈妈的怀抱中。萌萌接住萌兰的这一幕，真的要把我感动哭了。看到孩子安全落地后，萌萌这才放心离开。果然，世上只有妈妈好这句话适合世界上每一种动物。到了第2天，我又再次被萌兰给感动了。当时萌兰正大口吃着笋笋，看到妈妈过来，正在找笋笋吃，萌兰赶紧把手中的笋笋给妈妈吃。萌兰真的太懂事了，这不就是咱们传统文化中的母慈子孝吗？看到这，我自愧不如。看到妈妈有笋笋吃后，萌兰这才从心找笋笋吃。此刻的萌萌一边吃着笋笋，一边看着自己的孩子，想必此刻他心里是非常满的。他为自己有一个好儿子而感到幸福。到了外场后，萌兰抱着妈妈不放手，把头放在妈妈的身上，感受着妈妈怀抱的温暖，然后再送出自己的香吻，向妈妈表达自己的爱。萌兰和妈妈真的是天下第一好。萌萌在萌兰身边的时候，也是萌兰熊生最开心幸福的时刻。再次回看他们一起生活的画面，真的是幸福又温馨。拿来吧你！这只大熊猫苹果被妈妈抢了，打又打不过，抢又抢不回来，随后直接在原地哭了起来。哭了一番后，边哭边求奶爸再次投喂苹果。他的名字叫做星凡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奶爸来给星凡和妈妈亚星投喂苹果，奶爸投喂完亚星后，这才给星凡投喂。期间正是因为奶爸贪玩，
投喂时耽误了点时间，以至于星凡拿到苹果时，亚星妈妈都快要吃完了。亚星妈妈将苹果吃完后，还处于意犹未尽的感觉。她一眼望去，发现孩子的手中还有苹果，顿时一股坏心思在她的脑海中浮现。只见她快速起身，然后又迅速地朝着孩子走去。她这不会是想去打劫星凡的苹果吧？我擦，果然没有猜错，星凡都还没反应过来，手中的苹果便被妈妈抢了过去。拿来吧你！苹果被抢，他自然不愿意，又想抢回来，可是实力差距摆在这里，抢又抢不到，打又打不过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妈妈吃自己的苹果。妈妈吃的可香了，还是大口大口的吃。妈妈吃的越香，星凡就越伤心。看到妈妈将自己的苹果吃完，星凡最终伤心的哭了起来。看到星凡哭泣，亚星看了一眼后，愧疚的不敢停留，便快速的走开了。看到妈妈走后，星凡趴在墙上，可怜巴巴的望着奶爸，祈求着奶爸再给自己投喂一次。而亚星在一旁也注视着这一幕，一旦奶爸投喂，估计他又会故技重施，所以亚星没离开时，奶爸也迟迟不敢出手。大熊猫金虎和飞云太牛了，隔着门都能打死我。这时要从金虎偷窥说起，这一头的飞云正在睡觉，另外一边的金虎疯狂偷窥，透过门缝不停打量着飞云。众所周知，这飞云对金虎那可是血脉压制。两熊到一起时，金虎可不敢靠近飞云，隔着门的时候，他也只敢悄悄地偷看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女人的第六感很强。这不，飞云从睡梦中醒来了，恰好就看到了正在偷窥的金虎。我云姐立马就不高兴了，对着门缝中的金虎就拳打脚踢，任凭奶爸怎么喊，但无济于事。啊哈！金虎胆子变大了，都敢咬飞云了。大胡子下手没轻没重，咬住飞云的耳朵就不松口。你真想飞云变成下一个阿宝吗？好在大胡子松口了，然后飞云展开了绝地反击。突然下一秒，飞云又会咬住了金虎的脑门。这两家伙，你们玩的回合制游戏吗？你们也是真牛呀！从小打到大，现在金虎都成老光棍了，你们既然还在打架，最后还是我云姐厉害，隔着门缝又咬住了金虎。金虎疼的那是呱呱叫，果然是血脉压制呀！怪不得网友给了金虎一个专属 BGM， 叫做飞云之下。在我看来，真是绝配。后面全是飞云单方便压制金虎，相信经此一战，金虎估计再也不敢偷窥飞云了吧。双雄傍地走，谁让谁是狗。眼前卡门的这两货就是香果和春生，不了解他们的还以为他们有多恩爱，连出门都要一起。其实呀，这两家伙就是个欢喜冤家，从小打到大，从成都打到杭州。去杭州时，奶妈千叮咛万嘱咐，春生去了杭州不要打妹妹，在外面两雄要相亲相爱。结果到杭州的春师傅只记得相亲相爱，该打妹妹还是要打妹妹。两雄凭借实力干架就登上过热搜，因此香果还成功喜提了单肩。除此之外，两雄在杭州上班的第一天就创造了香椿卡门这个经典名场面。明明只有2只熊猫，硬生生整出了早晚高峰期，这门卡的绝了。结果春师傅凭借男熊的优势，率先挤了出来。本以为上班卡门是个意外，结果下班时这两个家伙又卡门了。Oh my god， 真是两个欢喜冤家，真怕门被他们给挤坏了。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看一下，结果还是春师傅技高一筹，他又挤了出来。哎，本该是上天安排的姻缘，春师傅你这么弄，我都有点替你担心呀。同时两雄可谓喜好相同，看到奶爸从窗户中露出脑袋，两雄还争着和奶爸打招呼呢，简直和吃瓜群众一个样。以前春生为了下班还会爬窗户，这个小小的窗户我都好怕春师傅将它弄坏。两兄妹卡门就算了，别整出个卡窗的大新闻哦。别看有时两雄也恩恩爱爱，该打的架还得打，该卡的门还得卡，这就是春师傅和香春一对熊界欢喜冤家。奶爸给萌儿准备了一个窝窝头，怕乌鸦偷吃，特意藏了起来。奶爸前脚刚走，乌鸦就把窝窝头找了出来，还把盖子扔了。等奶爸再回头观看时，乌鸦已经吃上了窝窝头。乌鸦自己弄开的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奶爸来给萌儿加餐，拿着一个窝窝头就出来了。
怕乌鸦像上次一样将萌二的窝窝头给偷走，所以这次奶爸留了一个心眼，把竹筐反过来，把窝窝头盖在了里面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才放心的离开。萌二上班后快步走来，盖着的窝窝头闻都懒得闻，直蹦笋笋而去，然后拿着笋笋就大口吃了起来。看到萌二在吃东西，萌二养的乌鸦也准时赶来了，然后就是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动作。萌二假装看不到，笋笋归自己，窝窝头归乌鸦。乌鸦也很懂规矩，也是直奔窝窝头而去。看到窝窝头藏到竹筐下后，很利索的就把竹筐弄走了，然后如愿吃上了窝窝头。就这样，北京的动物园上演着一幕动物和睦相处的画面。当奶爸回过头看到乌鸦吃窝窝头的画面时，他彻底惊呆了，还问游客他是怎么做到的。于是乎，游客就把这段 VCR 发给了他。就这样，本来给萌二准备的窝窝头被乌鸦一扫而尽了。更绝的是，到了第二天，萌二还假装吃不下，把窝窝头吐给乌鸦吃，期间还假装挠痒痒，把手中最后一块窝窝头也分给了乌鸦们，怕乌鸦不敢吃，还暖心的走开了。一载着吃东西的习惯，放到野外要饿屎。我真的没有见过比它还懒的大熊猫。吃个东西，张大嘴巴等着食物炫嘴里。都说七仔有800个心眼，怎么一到吃东西时，画风突然就转变了？七仔，七仔，站下。这天，奶爸来给七仔喂食物，食物都送到嘴边了，这家伙就是不伸手，靠着墙角，张大着嘴巴，等着食物炫嘴里。看到这一幕，我肚子都要笑疼了。然后，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这样，而是经常这样。我怀疑这小子是不是知道自己是国宝了？反正饲养员喂食物时，自己就张个嘴巴，抱着爱给不给，有本事把我饿死的态度。关键是饲养员拿他没有一点办法。任凭你奶爸如何呼喊，我始终无动于衷。要么你给我炫嘴里，要么我不吃。常常饲养员只好妥协，直接炫他嘴里。有时候饲养员不在的时候，把食物挂在树上，您猜怎么着？明明他自己能够摘，他硬是张大着嘴巴，等着食物自己掉下来。你没听错，他等着食物自己掉，不掉他就不吃。结果等了好久，万万没想到他还是自己吃了。我看他就是被惯坏了。我们换位思考来看，这也是饲养员的宠爱，才让他有这种行为。有些大熊猫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像七仔这样得到关爱的大熊猫，吃个东西只要张嘴就行，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。也幸好七仔不要在野外生活，要不然肯定活不到3级。来教花花爬树，真的好费熊猫。先是干妈圆润教花花爬树，圆润刚带花花那会，发现这么大只熊猫既然连爬树都不会，于是他发誓一定要教会花花爬树。圆润先自己上一遍，让花花先看，然后站在木架上让花花试试，结果花花怎么样都爬不上去，圆润在上面急得自己直晃悠。爬树学不会，多余，那是不用教都会。干妈没有教会，姐姐二狗上阵教花花爬树，和妈妈一样，二狗先展示一番，花花表现得十分懂事，在现场好好看好好学。二狗话音刚落，就往树上爬，不一会的功夫，二狗已经爬了上去。旁边的花花看的也是跃跃欲试，趴在那里想尝试，结果试了好久，愣是一步都没有爬上去。二狗看见花花还在原地，瞬间心如死灰，转头就要离开。干妈被气哭，姐姐被气坏，妹妹和叶只好硬着头皮教姐姐。为了让姐姐学会，叶子还放慢了速度。教完以后，然后下树让姐姐试试，多练几次就会了，快上！别拉我，我才不上呢。结果花花辜负了妹妹的好意，直接拒绝爬树，气得和叶直接兔子跳，现场都整自闭了。谁叫叶子是亲妹妹呢？爬树教不会，爬坡总该能学会吧。于是叶子转头教姐姐爬坡，结果花花连坡都爬不上来。看着这么菜鸡的姐姐，叶子当场都崩溃了。果然教花花爬树都挺费熊的，那些教过花花的大熊猫一个个都怀疑熊生了。然摇人加餐是会传染的。前段时间萌大搬到了萌二的隔壁，经常上演摇人加餐。萌大搬过来第一次上演摇人加餐时，还把隔壁的萌二吓了一跳，就连黄脸奶爸都吓懵逼了。
久而久之，萌儿好像也习惯了哥哥敲门，甚至哥哥摇人加餐的方式，也传染到了他身上。这天正在发呆的萌儿突然听到了萌大敲门加餐，然后他也来到了门边，准备也学哥哥摇人加餐。由于是初学者，摇人的熟练度还不够高，他便通过晃动门锁，以此发出声音来摇人。而哥哥萌大从最开始的用手敲门，已经升华到了晃动铁门摇人。在摇人加餐这一块，他敢称第二，梅熊敢称第一。而萌儿作为初学者，显得就比较生疏，只是晃动了一下门锁，就不敢继续行动了，然后停止了该行为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萌儿这第一次敲门摇人竟然成功了，不仅被投喂了胡萝卜，饲养员还送来了许多嫩土。就这样，萌儿第一次尝到了摇人加餐的甜头。从最开始的被哥哥敲门吓到现在自己也加餐成功。我不夸张地说，此后的萌儿将会在摇人加餐上越走越远。不知道隔壁的小白天会不会也会被传染？而萌兰就更不要说了，不仅会用屁屁敲门，聪明的他还会搓盆盆加餐呢。